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大馬房產研究室，我是小麥。那在上一期影片呢，我和大家在 Clubhouse 的那個 showroom 呢，我和大家淺淺的介紹了 Clubhouse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樓盤和它的賣點主要是什麼。那今天這一期影片呢，我會再更細的去講解我們 Clubhouse 裡面的戶型，它的利與弊。那在進入影片的正題之前啊，我想和大家再重溫一下 Clubhouse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樓盤。首先第一點呢，它是坐落於我們 KLCC 雙子塔正隔壁的一個全新樓盤，它距到我們的這個雙子塔呢，只需要50米的距離，隔着一條街而已哦。它是一個永久產權的一個樓盤。我們 Clubhouse 的總單位呢是615間，我們總共的樓高是66樓，而且我們每個樓層的話大概有12到13間。重點是呢，我們每個樓層是有高達9部電梯的哦。那在這片地上面的話呢，我們會有2棟樓哦。首先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 Clubhouse 的這個住宅公寓啦，然後隔壁的話呢會有我們這個 Paradox 酒店和我們的 Paradox 的這個私人住宅。其實我們在 Clubhouse 呢是一個品牌公寓，品牌公寓顧名思義呢就是會有由酒店入住來提供這個物業的。那這個的話呢是會由 Paradox Hotel 來提供這個酒店式的服務。那酒店式服務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會有24小時的這個禮賓服務，又或者是說今天你想要安排載送的話，我們其實會有專車載送的。再加上可能今天你想要把你的食物送到你的房間，我們會有提供這樣的這類型的禮賓服務。那之後呢，可能是說今天你想要邀請你的朋友來到你的家裡之後，你想要請一些私廚來到這邊幫你煮的話，我們也提供這樣的一些禮賓服務。那這就是我們酒店式服務的那個賣點啦。那首先我們來看我們這個樓層的平面圖。你可以看到我們樓層的平面圖的設計呢是非常的四方的，每個方向都會有不同的景觀。首先我以北邊來說，北邊會對着我們這個 KLCC view， 但有一個重點需要大家去注意啊，只有在右手邊，特別是戶型 B 和 A 才能享有無遮擋的這個景觀。那你那個單位在靠左邊呢，其實要特別注意啊，因為 Paradox 酒店的話會和我們同高，你的景觀是稍微會被阻擋的。那來到我們西邊這裡的話呢，就會對着我們這個 Exchange 106，我們這個106高塔的這個景觀。那這邊的話也不太需要擔心，我們的景觀是不會被遮擋的。那之後來到我們南邊呢，其實我們背後啊，直接的這個建築物呢，就是我們 Menara TA1，它是一個寫字樓嘛，樓高的話大概是37樓。想要不被遮擋的話，建議還是你們選擇37樓或以上啦。然後在附近在前面一點的話，有另外一棟建築物叫做 Sky Suite， 它是一個住宅公寓，它的樓高的話大概是67樓。但我們之間還是有一段距離的，只要選擇37樓以上的話，你還可以是享有無遮擋的景觀的，就是直接對着我們馬來西亞最高的高塔 PMB 118和我們之前最 iconic 的 Tower KL Tower。那來到我們最後一個方向東邊啦，那東邊的話是我們這個雲頂高原的景觀，雲頂高原這個景觀的話也是非常不錯的。但要特別注意啊，我們前面的話是有另外一個住宅項目叫 W Residence by Tropicana， 那這個的話呢，樓高也是挺高的，但它和我們之間的距離還是 OK 的，你也是不用擔心你的景觀會被阻擋到。好，那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一下每個戶型的這個利與弊啦。首先我會提到的是，就是我們這些傳統的戶型3房或者2房的。那首先第一個戶型呢，就是我們這個 A 戶型3房2側的單位，其實整個樓盤裡面是最炙手可熱的因為它的戶型是最大的，高達1216方尺哦，它是一個角落間單位。那這個角落間的單位呢，到底它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在落地窗方面的話，它可以覆蓋整個單位的外圍，在採光上面的話會特別的好。那之後裡面呢，其實我們還是有提供 utility room， 就是我們這個儲物房的。因為在很多公寓裡面呢，其實我們最缺少的就是我們的這個儲物的地方。但我們這個的話呢，是有一個單單做出來的儲物間，讓你去置放你的這個物品的哦。那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在於它不是傳統的4房戶型，所以在以後在出售方面的話，可能會遇到風水上的問題。那來到我們這個 I 戶型，也是另外一個3房2側的這個房源啦。和我們剛剛提到 Type A 其實非常的類似，也是一個角落間，所以採光的話也不用太大的擔心。但這邊的話，我需要大家注意一個點，就是我們的方向，我們是對着南邊的嘛。只要你選擇37樓以下的話，其實你會被那個寫字樓阻擋到你的景觀的，景觀上面的話可能會欠缺一些。但是呢，今天你選擇37樓以上的話，你就可以享有我們這個 PMB 118的景觀。同時間呢，在你的這個主人房啊，你是对着雲頂高原那個方向嘛，你可以享有那個雲頂高原的這個美景的。那這個好處呢，就是在於你會比較有私人空間感，不是一開就看到你的這個床嘛。那講完了3房，我們就來看2房。2房的話，最大的戶型就是我們的這個 L 戶型。那這個 L 戶型的話呢，在我看來，它的優點就是在於它其實2房是放在980方尺的，所以你在空間感上面來說的話，會非常的好。而且的話，它是比較長方形的這個戶型嘛，在採光上面的話，它也不需要太長的時間讓陽光打到你整個房間的每個角落。那這個戶型的話呢，還有多一個優勢啊，就是在於它的方向還是對着我們的這個西邊嘛。那在晚上的時候，我們夕陽西下的時候，你可以享受我們這個夕陽的景觀。再加上它那邊是無遮擋，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TRS 106的這個景觀。那這個戶型呢，其實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那第一點呢，就是因為它的廚房是開放式的。
第二點，我們的這個客廳和飯廳呢是平行的，而且還有多個角落可以置入你這個閱讀區域哦。然後因為它是一個角落間嘛，那角落間的話呢，它每一個角落都會有不同的景觀和不同的採光哦，所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戶型。但壞處啊是在於可能和 A 戶型一樣，在出售方面的話會遇到風水上的問題。那就來到另外兩個兩房兩廁的這個單位啦。那這邊的話呢，我們有 G 和 H 戶型。我們在戶型設計方面來說的話，相差是挺大的，一個是 L 型，一個是比較方正的。但它們大小的話都是904方尺。那在 G 這個方面的話呢，它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缺點，我想讓大家知道的是，你可以看到啊，我們的這個廚房和這個飯廳呢，走道是稍微有一點狹窄的，在空間感這個部分的話還有待進步。但是說呢，我們的這個客廳和我們房間的話是有非常好的採光的，因為都是採用全景落地窗嘛。我們在 H 戶型這個方面的話，它方正，然後這個戶型的話其實也沒什麼好挑剔的。唯一一個我覺得還可以再進步的點是在於我們這個廁所的這個擺放位置啊，它是對着裡面的嘛，所以在自然通風方面的話，它是没有窗口來達到這個效果的。那接下來就來到我們這個一房的單位，所以這個是一房，不是套房哦。它的大小的話是635方尺，是會有分開我們的這個客廳和我們這個房間的。其實它的優點就是在於它其實在市場上是挺稀缺的，那缺點就是在於呢，可能它還不夠大。畢竟他想要吸引的租客其實就是那種單身貴族人士，他們想要的其實不只是一個房間，他們想要的是一個更大的空間感。那現在就來到我們這個整個樓盤最小的單位啦，就是 CDEF 的這個戶型，它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一個套房，549方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非常容易吸引那些想要短暫來 KLCC 這邊短住1年的這些租客啦。現在的話就來到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這個一房兩廁的這個戶型啦，或者是我們俗稱的雙鑰匙。那何謂雙鑰匙呢？雙鑰匙就是說你一個單位呢，其實可以分割成2個不同的單位做出租，可能其中一個單位你可以自己用，另外一個單位的話就出租，幫你賺取一些回酬。還有另外一個做法，其實就是把它變成一房兩廁的一個單位，把它變成真正的單身貴族公寓。来到這邊工作的單身人士非常的多，他們其實也不缺錢，但他们追求的是空間感。那以 B 戶型作為例子，怎樣把它變成一個雙鑰匙的單位呢？你只需要在這個單位的右手側加上一道門，它就會成為2個不同分開的標間啦，就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單位作為出租，另外一個單位自己住，又或者是說你直接把它變成一個單身貴族公寓一房兩廁，這個決定你們就應該要在簽買賣合同的時候就要做決定了。那這個東西的話呢，你可以和我討論，我們一起來分析一下到底哪一個選擇比較適合你。好啦，這期視頻和大家分析了每個戶型的利與弊嘛，當然今天也沒有100分的戶型，必須做一個取捨，到底哪一個點對你來說比較重要。在下期影片呢，我會用更加數據化的方式和大家去拆解哪一個戶型呢，在市場上是最受租客的歡迎的。你們覺得哪一個戶型是你喜歡的？歡迎在底下留言。喜歡這期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按讚或分享。我們下期影片見，拜拜。第一段還 OK？ 還是很多，還是很多啊？一點呢，等一下我今天睡不醒哎。